有请主持人赵川。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情感作家陆琪老师，欢迎陆老师；著名作家苏乾老师，欢迎苏老师；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伟老师，欢迎；著名节目主持人涂磊涂老师，欢迎。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这对情侣在他们的情感之路上遭遇了怎样的困惑。各位，请看。我们已经在一起1年多了，什么事情都得我顺着他，照顾他。他现在越来越过分了，就像一个小媳妇儿一样。我从黑龙江陪他来成都，就是为了跟他在一起。我在这儿也不认识别人，他就不能好好陪着我吗？他每次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让我陪着他，照顾他，可是我也有我自己的生活，这样下去我真的是受不了了。我只是觉得他可以对我更好一些，我这样都是因为爱他，可他总是觉得我事儿多，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徐先生24岁，来自黑龙江，室内设计师；韩女士22岁，来自黑龙江，室内设计师。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都是学室内设计的，对，是同学吗？是大学同学，都是黑龙江人。对，我们俩都是哈尔滨的。哦，怎么我听小片里说什么在成都生活？什么情况？我们在哈尔滨毕业以后去成都生活了。哦，去了成都了。对。谁要去的呀？我要去的。啊，你就陪他去了是吧？对，他比较喜欢成都那个城市。啊。但是我现在就觉得他到成都之后就开始各种无理取闹，就像一个小媳妇儿一样。啊，他像个小媳妇儿啊？对，而且就是他还嫌弃我说我现在越来越爷们儿了。哦，没有小姑娘样。啊，你们俩现在彼此都认为对方错位了，是这意思吧？是我认为他没有啊，他不是说觉得你不像个小姑娘吗？但是都是他逼着我的，我才变成这样的。啊，说他怎么把你逼成一个啊？他到成都之后就是有点水土不服啊，然后就是说自己身体不舒服，头疼、脑袋疼、发烧、脖子盖疼，然后什么鼻子疼，就是哪儿都疼，你知道？然后因为刚到那边，有可能是真的不适应。前期我也一直在关心的照顾他，然后给他买药，然后给他熬粥之类的，这我都做了啊。我觉得20多岁的年轻人10天半拉月怎么也适应了吧？嗯。然后有一次都已经晚上9点多了，我在加班。他就给我打电话，着急忙慌的说：“我流鼻血了，我不行了，我感觉我活不到明天早上了。”流个鼻血就活不到明天。其实我是到成都以后，身体确实有点不适应，有点水土不服，也查了，大夫说是上火，但是其实流鼻血牵扯到其他很多病，所以也不敢太怠慢这个事。是，你好在乎自己的身体啊，而且他去医院，医生做了检查，说没事了。他还说不行，我要住院，回家怕我怎么样了。我问个问题啊，去成都这主意是谁出的？是我想去，然后当时你大学毕业，你想去哪儿？我是想留在哈尔滨。其实我留在哈尔滨，相对工作能稳定一点，但是我还是希望能跟他在一起生活啊。对，所以去成都这件事儿，你心里不舒服是吧？我是很不舒服。那你是真病啊，还是找茬啊？还是连病带找茬？水土不服有一点儿，但是其实去成都以后，他其实对我关系没有以前那么多了。闹关怀呢？是啊，是大大方方说出来嘛，那有什么不丢人？男人要关怀一点也不丢人，对吧，陆琪老师？丢人吗？你敢说丢人？天道高反。行，您接着说，没事，我们开个玩笑啊。而且在医院的时候还要说，明天我一定要预约一个心理医生。来成都之后我一点都不开心，就是因为跟你来成都，我才变成现在这样的。我要赶紧回哈尔滨，我不在这边跟你待了。就是在医院就开始这么说话了。这还是想回去嘛？你能理解吗？我能理解，但是我没有逼他跟我来。所以你心里也挺不舒服的。2天去看了心理大夫了吗？没有，他就是装的。后来好了哈。后来好了。
就翻篇吧，都好了，你来干啥呀？他到成都之后装病是一个事儿吧，然后我俩这不是面临找工作的问题嘛，因为我在成都是有朋友，然后我直接就找到了一份工作，然后他呢，他是也因为身体不舒服，也不好好找工作他就说，那我跟你来成都了，你是不是应该给我找一个工作呀？然后我就真的没有办法，我就给他找了。上了班之后更完了，每天回来就说我单位同事对我一点都不好，他们说我不像个东北老爷们儿之类的。不，这跟你有啥关系啊？就是他抱怨，回家跟我抱怨。那就听听呗。他不光这样，就是我俩都是干室内设计的嘛，他要把他的效果图拿回来让我画。他说你画的好，你帮我画吧。这就不对了哈，兄弟。其实怎么个意思？其实我是到成都来，一个朋友都没有，而且工作上的话交流有点问题。我觉得，情侣之间到这边来一起生活，互相帮助，我感觉这事儿挺正常的。以后他有什么问题，我也可以帮他。有些时候就是现在你需要靠着他，是吧？他得让你靠，是这意思吧？但是他有的时候就是性格太刚烈了，我没有一个切入的一个点。听懂了吗？我想撒娇啊，往下说吧。哎呀，但是他不光撒娇，还要跟我各种发脾气。就有一天，因为我身体不舒服，我说我不想帮你画这个图了，他就说你到底弄不弄？你帮不帮我？我说我不想帮你了，而且当时我已经做出退步了。我说我明天再帮你画，然后他就开始火了，说你到底弄不弄？我说我不弄，然后他就把家里所有的东西能看见的东西全都扔在地上了。什么那么大脾气啊？我就是想让他多陪陪我，多帮助帮助我。那你直接跟他说，你陪陪我不就完了？有的，我很多时候跟他聊，其实也聊不通，他也不太理解我。那我之前不是已经帮你了吗？我已经帮了很多次了。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每次做点什么，好像效果比较好一点，就我也没有办法。而且茶几碎片把自己的胳膊都划伤了，就是砸到身上都划伤了。我拉着他去医院，然后他还说我不去，你不管我吗？你不要再管我了，就开始这样了。不是你这求关怀也不至于求的把自己都拉伤了呀。对，这个也是情绪太不好了，也是因为工作压力有点大。现在的工作顺吗？就还在那个单位，但是现在他就因为那个事儿之后，他就回来不跟我说这个事儿了就不再跟我抱怨了。行吧，那现在还为什么事儿烦恼啊？我到成都之后，我想买个车，因为我觉得出来了打拼了就应该需要点经济能力。然后朋友给我介绍的兼职模特，我都去干了，然后他就一直不喜欢。就觉得说你一个女孩子不应该在外面抛头露面，然后还要翻我手机看我跟那些摄影师和男模的聊天记录。他最过分的一次是他有一次回哈尔滨了，然后2周之后回来的，然后就从洗手间里拿出一个电子烟，就过来说啊，这是谁的电子烟呢？你是不是领别的男的回家了？我说我没有，我说我不知道这个电子烟是哪儿来的。然后他就一直在那样。这家里怎么会突然多个电子烟呢？就他特意的。是吗？这个我承认确实是。你是想炸是吧？对，其实你心里没有鬼，你没必要在意这个事情啊。那你为什么非要整出个这种？你不信任我？不是你心里没鬼，你怎么会拿这东西炸他呢？我不放心啊！我一走好多天，然后我每天问他在干嘛，躺着，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呀。而且以前很多时候，自从他干了模特以后，经常一个小姑娘10点11点回来，我觉得这个不正常。那你说20多岁就是人在外面交往点朋友很正常，而且年轻就是爱玩的时候。你说，而且9点钟10点钟已经不算晚了，他9点开始就要连环夺命口啊！你快点回来吧，家里太黑了，我要得抑郁症了，我怎么样了？那你就快回去呗。那我不能3番2次就扔下我的朋友跟他去找他呀。那你就带他一起出去玩呗。他不去，我跟他说了，我说你跟我一起来。我不知道感觉的对不对啊？等于现在你对成都的生活是适应了，交了朋友，工作也还不错，是吧？现在对于成都你还不适应了，是吧？我完全都不适应啊，就现在相当于。
这还不洗澡，不洗头，就是为了对抗我，就说你要是不穿裙子跟我出门，我就不洗澡不洗头。你干的啊？是，但是我俩你疯了？没有，我俩刚认识的时候，她就是很正常那种女生的造型。人现在不也挺正常的吗？就她做模特也好，尝试完要回来呀，要回来以前那样。其实刚才她说那个抖音那个事儿，其实我觉得那个就很好玩，我俩躺在一起就给她看一看，那挺好玩的一个事儿，没有那么严肃，我觉得。啊，那你要是，哎，算了，我不想。那我要是看别的小哥哥呢？没事儿，挺好玩的，他没觉得那么严肃。下次你就看，他看小姐姐，你就看小哥哥，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没那么严肃嘛，这个事儿有那么严肃吗，兄弟？我们是没那么严肃，对，就是我的意思也是，你们躺在一起，你们一起看小哥哥呀，是吧？也没那么严肃，听明白？就是男生心里不顺，特别希望你能多关照他，然后他可能发现你的变化就特别大了，然后你心里也是觉得，他可能对这个社会的适应度或者情感的适应度跟不上，你心里也挺难受的，是吧？就是我，因为是他跟我来的成都，所以我要对他负责嘛。就是不是你对人负什么责任？一个成年人，你对人负责，就这是我现在觉得我能做的都已经做到位了，然后他还是这样。所以你们无解了是吧？对，他家里人知道他现在这个状况吗？父母知道。更加过分的时候，就他到成都之后，就是因为身体不适应，瘦了几斤啊。他每天就像一个小姑娘减肥一样，就开始搁那记体重。哎呀，我今天瘦了2两，我今天瘦了1.8两，然后还要把这个体重记录发给他妈妈，然后他妈妈就会给我打电话说，你一个女孩子，你们出门在外，你应该多照顾照顾她。然后，因为我也不是因为工作忙，我觉得就是你要想吃什么我也给你买了，也不一定说非得我去做饭嘛，而且你正常男生不应该照顾女生吗？他妈妈就给我打电话这么说，之后呢，就是3番2次，我一直都没有就是说去。就给他做饭之类的，他妈妈就说：“那给你们请个保姆吧。”就是这么说，然后我就觉得没有必要。他也是，就是那种不知道怎么跟他妈沟通，然后他还觉得他妈是对着他好怎么样？哦，那最后不也是没请吗？今天谁要来的呀？他要来。你要来干嘛？我要来就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就希望他能。哎，还喜欢他吗？喜欢，还是那个他吗？还是离开成都怎么样？我还是想跟他一起生活。离开成都，一起离开成都。可以啊，哈尔滨可以啊。如鱼得水吗？如鱼得水。哎，你们过去没有去成都之前，他就是这样吗？他就是到成都之后就变本加厉了，之前没有这么严重。哦，就过去在哈尔滨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小撒娇啊什么的，但是不像现在这样。对，就没有这么严重。所以你在家里面一直是个乖宝宝，是吧？我跟你说，世界上有一种就是特别可怕，就有一种孩子，看起来就跟你男朋友一样，特别乖，非常有礼貌，爸爸妈妈说什么或者稍微那什么的，老师什么说什么都是是，或者但是他心里有自己一整套的想法，只是他不说。老百姓说的叫蔫儿有主意，你是蔫儿有主意的人吗，兄弟？我还行啊，你还行，你就告诉我吧，你这么作这么闹，憋什么事儿呢？说句实话，我就想让他天天都陪着我。好，不管在哪儿，你们俩天天应该腻乎在一起，是不是这意思？对。我都为你来到了成都，人生地不熟，离开了父母，远离了家乡，我就让你天天陪我，有那么难吗？没有。陪不陪？陪一会儿行吗？不是，得陪，不陪那意思要一别两宽啊，吴奇老师。来，接下来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来分析这样一段恋情，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生嘛，听起来像是一个言情片的女主角，女生嘛就是一个霸道，男总裁是吧？啊，现在社会确实女强男弱的现象也很多见，但是女强男弱到这种程度啊，还很少见。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他其实不是因为离开了哈尔滨这个城市，他是因为离开他妈。当他没有妈的时候，他必须要找一个妈，找一个妈疼他，找一个妈关怀他。这个时候，你还有他为了你啊，你不就该当他妈吗？他的不适应在这个地方。
现在很多的家庭教育里面有很多母亲是母爱的溢出。母爱的溢出，它有很多种的表现形式，有的时候是生活上对他的无微不至，有的是你做什么都可以就放纵，有的是觉得我的孩子怎么都是最好的，有的是全世界都应该宠着我儿子，等等等等等。这种母爱的溢出，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事情？就是这个男人啊，最后就丧失了很多在社会上的生存能力，或者叫适应能力，以至于离开了母亲的关怀，或者叫家庭的关怀之后吧，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环境之后，他顿时就陷入了一种我无法生存下去。你说你20岁你不奋斗，你想干嘛呢？所谓的一个男人，你至少要有一点自己的事业心吧，至少要有一点自己的承担力吧。所以女生，我建议你好好想一想，想不想当这么一个男人的妈？不想当就算了，想当就好好想想怎么教育他，就这样。把孩子都吓死了啊！不能这样啊！谢谢陆琪老师，来，苏老师，我如果要是小韩姑娘啊，这要是我男朋友的话啊，我肯定会哭着喊着求着他赶紧回哈尔滨，我一定不会把他放在身边说你来成都陪我吧，这责任我真担不起。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男生啊，他就把这个当成借口了，就是他会觉得说，你看我就是为了陪你，我来到成都，我水土不服，我流鼻血了，我工作也不顺利。但是刚才赵川老师问过他，说你在哈尔滨真的如鱼得水吗？他说是啊，如鱼得水啊。我不认为他说了实话，因为他在哈尔滨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融入到社会，你还没有真正的开始你的职场生活。因为我看这个台本上写到，他找工作不顺利，然后他做了很多的这个设计，客户不满意，然后他会觉得自己备受打压，没有人认可他。我觉得这是他蔫儿不拉几的现在的这种状态。其实什么成都啊，然后水土不服啊，生活不舒服啊，这些都是借口。我觉得真的，我特别希望这个男生啊，你要真的是一个男人的话，现在赶紧就收拾行李回哈尔滨去，你就在哈尔滨没有任何借口了。别说我为了陪你，我为了爱情，我付出了一切，你没有这么崇高的理由。你不就是在刚刚步入职场、步入社会的时候备受打压，觉得自己还没有施展出自己的才华，自己的工作得不到认可，你四处找借口、找理由嘛？那你现在把所有的理由和借口咱都扔掉，咱就去哈尔滨，你就先踏踏实实的干几年，你看看自己能不能干出来。如果你还干不出来，那我觉得这个姑娘不能再当替罪羊了。你老说让她陪着你，她陪着你干嘛呀？你们这20多岁就开始准备养老了吗？我觉得这也太可怕了，不要再找任何的借口了，咱就踏踏实实好好干活。我们在任何的生活当中都是要先学忍受才能学到享受的，咱稍微振奋一点，别给自己再找理由找借口了。哪儿合适你的发展，哪儿让你觉得自己像个男人像个爷们儿，你就去哪儿发展，不要再让这个姑娘背负更多的心理压力。我觉得这个姑娘没太大毛病，就这样。好，谢谢苏老师。来，曲总，我觉得哈，男人偶尔撒撒娇啊，其实挺好的。但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撒娇，而且都是用一件事儿来作为一个挡性牌，就是说我陪你到了成都，那你这个就不是撒娇了，你是耍赖了。你想想看，就是无论你在哈尔滨、在成都，还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城市里，咱不说男人女人，就是个人的话，他得要生存、生活，然后呢过得更好，都得要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挫折，你才能够成长。但是我就感觉你像抓着一个救命稻草，这个稻草就是他，而理由就是我陪你到了成都，然后你就一蹶不振。这一点来说，你不配谈恋爱，先把自己的这口饭啊的事儿解决了，才能是解决感情上的事儿。如果说你这点问题都不能去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的话，他迟早是要离开你的。所以女生啊，你要他改变现状，不用靠他妈，就靠你。你先让他搬出去，自己先能活下去，这样呢才能有资格来跟你谈恋爱。
另外呢，即使你们在一起，其实你现在对他的关注也是很少，你对他其实充满着看不起，这让他更加的自卑。你一周3到4次还是2到3次在外面喝酒，真有这么多的应酬，如果说你的生活当中已经没有他存在的必要，或者说他的存在就是你的累赘了，你也得跟他说，越早跟他说，不是伤害他，是帮他。你真正的能够帮到他的，就是在生活当中让他独立起来。如果你真对他还有感情的话，让他成为那个你可以依靠的人，那你必须一脚先给他踢出去，明白吗？明白了。好吧，就这样。好，谢谢徐总。来，涂老师。就有的时候吧，你现在会发现有些男生堂而皇之的认为事业不顺，自己就有委屈。一旦有委屈，周围的人都得包容，而且还堂而皇之、美名其曰的打上任何一个成功的男人之前一定有一段黑暗的过去，都会这样自圆其说。但是谁的人生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曲折？流个鼻血就不得了了。我来天津9年，每天来都流鼻血，早上起来都有。所以有的时候，当你已经撒娇成了惯性的时候，你就变成了把什么事情都依赖到他身上去，什么理由都可以找到他身上去。你是不是没有发过飙啊？也有跟他发过脾气。你有说过最难听的话是什么吗？我就最多说的话就是你能不能像个老爷们儿一样，然后他还是那样，还不够狠，你吃我的穿我的用我的。事实上你的确有愧疚，你觉得他是因为你来到了成都，但事实上这个问题其实是不成立的。一个男人如果爱一个女人，他应该愿意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做出事业成就。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无情恰恰是一种有情。如果你总是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他的面子，内心饱含着愧疚，不想轻易地去伤害他，往往到了最后，他就会变成今天的这个样子。所以有的时候你应该把现实剥开了给他看。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好多男生跟你这样，就一个女生好心翼翼的，在你人生低谷的时候，好好的拖着你的面子，你不要，你非要别人哪天伤急了之后，把你的面子给一下扒下来。但那个时候你又说你太无情了，你怎么这么不尊重我？但你自己尊重过自己吗？咱不要等到那一天，不要被别人扯得一丝不挂，行不行？咱们自己把这脸、把这面子扶稳了，从今天开始，好不好？行吧，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赶紧改吧。刚才特别想插嘴，我说就是妈妈看了儿子这个体重掉了之后，说我给你请个保姆吧。再加上你前面说的，他们家就是个普通人家，妈妈还要给他请个保姆，那么远，这就叫溺爱。我相信不是主观故意的，那就是在那种环境里成了这样，所以到了社会上之后开始吃亏，就是各种不适应就出现了。又跟女生不一样，按理说现在的女生不是在家里也是挺娇宠的吗？为什么走进了社会之后就比男生的这种承受力或者叫容错率会更大一些呢？挺值得电视机前的这个家长朋友思考的。你要不想好，你就这样吧。那个惩罚他啊，这个不一定用话伤他，不要伤嘛，就直接走。我觉得爱情这个东西不是用来牺牲的，值吗？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其实这么长时间，对你来讲，我是一个负担吧。就很多时候像个女孩一样对你。但是，我希望还有一次机会吧，我还有一点希望吧。今天老师们说的我也很明白，我也明白你我到这儿来是为了让有人跟我说清楚这些事情。我还有一点希望吧，我希望我以后还能改，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已经给过你很多机会了，我已经跟你说了，我说你别再这样左我了，但是你每次接下来还是一样的情景，一样的情况，一个理由。
是不是觉得那歌唱的特对？失去方知珍贵。谢谢两位，请回。来，请关门。来吧，让我们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什么。请开门。是意料之中吧？我觉得是意料之中吧。我跟你说，你说这话的时候，我怎么跟你说呢？你是个男人，站起来什么意料之中啊？不行，我得给他追回来，因为我还能变。你真就放手了？我觉得我现在还不够成熟。你得强起来呀！行，还有什么要跟他说的？各自安好吧。你走吧你，谢谢啊。哎，这最后是真气着了，你知道？前面我觉得怎么就能这么轻易就把自己给放弃了？因为我觉得，就他那个瞬间，我是觉得他放弃了自己，而不是放弃了一段感情。哎，好吧，生活是他们谱写的，我们只是看他们生活的人。我们在别人的生活里做看客，同时又在别人的生活里体悟和学习一些什么。今天这。我相信应该给很多年轻的情侣算是上了一课吧，在生活中至少要学会坚强、坚韧。好了，了解这一对的基本情况。我本以为我们能熬过异地恋，但没想到，从毕业分开的那一刻就都变了。他开始慢慢变得陌生，变得没有那么理解我了。我们之间的信任也越来越少。我感觉我们的感情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我感觉现在在他的心里根本没有我的位置，全部都是他的工作，他的社交，我也总是联系不到他，我很着急，所以也总是说出一些伤人的话。以前一起上课，一起吃饭，一起逛街，在我看来最甜蜜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因为距离，取而代之的是质问、怀疑和永无休止的争吵。我们现在总是吵架，真的好怀念当时在学校的日子。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改变了我们，是距离吗？还是我们都变了？是我们变了，还是距离远了？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郑先生，23岁，来自杭州广电电子；任女士，24岁，来自陕西，兼职模特。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应该是大学时期谈的恋爱是吧？是的，主持人，我们今年6月份刚刚毕业。那不异地恋没多久吗？是这样，就是因为我跟他从学校毕业之后，然后我家里是一直催我回家嘛，然后他就。
然人就不见了，而且就2、3个小时都不见了。主持人这样，因为我在湖州那边创业嘛，然后开网店也没请工人，生产啊、销售啊、售后都我一个人在做的。然后那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就是让我马上去工厂那边看衣服，然后我手机就直接放下了，没回他消息。他就那件事情揪着我好久不放。我揪着你好久不放，我就是有一个事情，我想在这特别说一下，就是我有一次我生病生了4天，那次是我吃坏东西食物中毒了，然后我就住院了，我就希望就是说他能关心我一点，对我嘘寒问暖。结果呢，人家对我爱答不理的，2、3个小时不回我。大家不信可以看我那里都有聊天记录，我那里证据全都有。我积压了很久的情绪，我在你心里好像越来越没有那么回事儿了。多了4、5个小时找个人，等一条消息，我放下所有的事情。这是女生写的，男生写的？这个是我写的。我那天晚上越想越生气，我就凌晨给他发了这么大段话。我为什么要特别问一下？就我看这个的时候，我不知道谁写的。就这段文字也可以是男生写的。就是我思念你的时候，给你发个短信，你4、5个小时都不回，那边的旁白是我在换景拍照。一样，就我知道，你看为什么就是年轻人在这个时候都会委屈啊？你也委屈吧？其实他也委屈，情境不同。所以如果不想回人家的微信呢，你可以有1万种理由不回。想要发微信的时候，你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我想给你发。行，咱们往下说，除了这种不信任，除了猜忌，还有什么？还有就是他不是去那个湖州嘛，去湖州那边创业。我就感觉他去湖州就是去找他前女友去了。这样，我前女友因为是湖州本地的嘛，然后我现在是做那个童装的，然后湖州那边就是童装基地，我只能去那边操作，然后他就一直以为我是奔着前女友才去创业的。你说我为什么会这样想？就是说当时6月份我们2个刚毕业，我前脚刚回到西安，然后后脚他前女友就关注了他微博，而且他们2个之前就是。我跟他这么长时间已经不联系了，那为什么就是我刚回到西安，咱俩刚开始异地，他为什么就关注你微博？首先，我微博都是我女朋友在登的，我前女友关注我是她第一个发现的，然后我事后跟她解释，让她回一个消息给她，证明一下我就是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她也发了，然后我前女友她没回她，她就觉得我很可疑。她为什么不回你啊？如果你们俩真的没什么，他为什么不回你？我现在就怀疑你是不是给他通风报信？你们俩是不是微信还在联系？说这是有意思吗？微博了。你说我为什么老是提这些事情？你自己心里没底吗？我跟他刚开始在一起2个月，他带我去看电影，结果呢，直接对着我喊出了前女友的名字，这搁哪个女的能受得了？解释一下，就是因为那个前女友是我初恋，然后这个不用解释，就口误，这别解释了。姑娘，你们从认识到现在谈恋爱谈了多久了？我跟他差不多也就快2年了。所以你刚才给我们一个时间定律是，在我们刚认识2个月的时候，之后还喊过吗？之后没有，就是我就你不是也认了，又跟他谈了2年了吗？现在较这劲干什么呢？那我就觉得，就比如说他最近他前女友关注他微博，他完全可以把前女友拉黑呀。就他做出一些事情来，就是让我不再纠结这些事情。不是他的微博是谁在登啊？我也在登，他自己也有在登。所以你现在可以随时登他的微博，是这意思吗？可以。所以如果从逻辑上面来推论的话，好像还没有跟前女友通气哈。但是有一个就是，毕竟我俩在异地嘛，我俩也经常见不到，我也看不到他手机什么，我也不知道。就是他们俩之前聊过天，他自己也跟我说了。你就是现在跟前女友还没有联系，有没有联系？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次他来找我，我当时很明确的跟他说我现在是有女朋友的然后我把微信删掉了。他后来还是不相信我。还有就是，他不仅就是我感觉处理这些感情问题上不是很成熟，就是他平时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就老做一些事情让我觉得就跟个小孩一样，就很无语让我。你现在说的不成熟了啊？你说，就是有一次我跟他去厦门旅游嘛，然后我们2个那次就是赶动车回学校，然后他那天中午非要去上网，我就陪他去上了。然后就我跟他2个人赶到高铁站，发现他把身份证落在网吧了，他又去拿那个身份证，我一个人在高铁站，我就特别没有安全感，我就想我要不要等他，我是该等他还是该改签啊，怎么样？就那次不也没误到事吗？我们的车也赶上了，也准点到了学校。是你每次都说没误到事儿，但是你说你万一你又在工作上呢？人家领导你每次都犯这种失误啥的，人家谁一次谅解？姑娘，我打断一下，
他现在自主创业，对吧？对，他现在没领导，别担那个心啊，他没领导啊。你看你们现在这些姑娘，还有什么不成熟？还有一次就是他送我回家嘛，然后我叫了一辆滴滴车，结果他下车直接把行李箱落人家后备箱里了。当时我快登机了，然后我一直就是要联系那个滴滴车司机，一直在给他联系，就是他老做这种就是不是很省心的事情。哎，那个时候没觉得这个事儿有什么特别哈。那会儿我就也急嘛，我就想着说赶紧给他。但是没那么特别，对不对？对，只是说哎呀，这个男孩子好笨啊。对，这个男孩子好粗心。事后就是想。对，那为什么现在就这2个月矛盾出来了，这些全都被贴上了标签啊？比如说不成熟啊，比如说想过吗？我觉得还有就是可能离得太远了，是吧？他妈也不是很同意，就是说我，然后我妈也不是很同意他。我问一个问题可以吗？你们俩相爱吗？我感觉我们俩之前在学校的时候是挺相爱的，但是这2个月我感觉我有点撑不下去，他老是跟我找事情。听明白了，就过去是相爱的，那是2个月前，2个月后就没那么爱了，是这意思吧？就是如果不发生这些事情的话，我感觉我们俩应该还能行。既然是相爱的，在2个月前也没什么问题，那为什么要异地呢？异地就是因为我妈她当时就是一毕业她催我回去，再一个我本来是想陪着她去创业的，但是确实就是说她现在也是创业初期嘛，也拿不出什么东西，就是说我能去说服我妈。是她不能保障你是一个重点，还是你没法跟你妈去保障？然后让你妈同意你跟他在一起，就是我拿不出东西去说服我妈，她可能管我从小就比较严，我就是心里有点怕她。理解理解。你咋不去西安呢？那么喜欢人家。我这创业还不是为了他吗？我是想让自己变好。什么就为了他？你为了他应该去西安陪着他。那我可以完完全全找一份正儿八经的工作，就拿点稳定的工资。对啊，就去西安吗？但是我是想着能把他爸妈以后能从西安接到杭州来。哦，那我是不是得挣更多钱？所以问题就出现了嘛，人家怀疑你旧情复燃嘛。但我真没有，我相信啊，很多不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是谁想来这儿？是我想来的，我就希望他能把他那些毛病都改一下。改哪几个毛病啊？哦，他每次就说，哎，你能不能等等我啊什么的。当时我毕业临走的时候，我还送了他一张照片。什么照片？那张照片我一直带着，就放在钱包里。他给我写了一段话。可以看吗？可以。不是不该看的啊，就一段约定吧。好感人啊！不管我们未来会相隔多远，要分离多久，我都会在这里等你来接我。你写的？对。这才过了几天啊！确实，就是我当时写的时候，我没想过，就是说我回去他会变成这样子。你现在就满脑子就是那些糟糕的记忆吗？你就没有想过我以前是怎么对你的吗？我女朋友她总是生病嘛，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她凌晨12点多的时候，她闺蜜给我打电话说她在发高烧吐，然后那时候我陪她挂盐水挂到了6、7点，天亮。还有很多事就是我女朋友比较注重那种仪式感，那时候我读大学也没多少钱，就经常出去打工挣钱，什么看电影啊、吃饭、买礼物都要花钱，这些都是我一分分挣出来的，这些你从来都不看在眼里吗？我看在眼里，而且这些事情我也都记得。行，我们来点实际的啊。这段感情还想要？就是我就是希望他改，就是不要再老怀疑我。别有事儿没事儿的给我发微信，是这个意思吧？是。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改的是？第二个就是我希望就是他能改掉他自己平时生活中那些不好的习惯，就是老是丢三落四啊什么那种。能做到吗？能。那你对他有什么要求吗？就也多给我一些安全感吧。不是，你怎么就信任他了？慢慢改吧自己。好了，女生希望男生改变，男生说我愿意为你改变，是这意思吧？是。但是女生还有点不相信，是这意思吧？对。这段感情应该怎么办？你们听听4位老师的建议吧。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丘比特问卷。我想对很多有异地恋问题的人说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要害怕距离，我们也不要小看距离。2个人如果有感情的话，你们相距1200公里，你们照样可以谈恋爱。
两个人如果没有感情的话，就算在一个城，照样是形同陌路。其实要我看，你们不完全是异地恋的问题，你们还有一个问题叫未知，你们的未来是未知的，你们对于未来是没有经过真正的规划的。你所谓的啊，我在那个湖州那边奋斗几年，你在西安那边奋斗几年，然后我就可以来接你了。请问他在西安如果有稳定的工作，有稳定的朋友关系，你去接他，他就会来跟你走吗？请问你在湖州那边奋斗多少年才算成功？没有标准，所有一切都是空的。你们所有的东西都很感人，但没有实际的东西。所以年轻人，我给你们最大的建议，你们两个人先要解决的是一个未来的问题。当你们的未来不再是一个空想的时候，当你们的未来是有证据可以实现，是可以量化的时候，你们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们要把一个空对空的感情，要变成一个落在实际的感情。这是你们从学生到走入社会的成年人的一个转变，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转变。好，祝福你们，谢谢。谢谢陆琪老师。谢谢老师。来，苏琴老师。从表面上来看，好像是父母对你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其实我觉得从背后来看，就是父母不放心你们呗。就他们如果要是觉得说我的孩子真的在他的生活上，他可以给自己做主，将来他结婚也好，生孩子也好，他可以完全独立的话，我相信父母不会提出这些要求的。而大多数为什么现在我们经常会说很多父母特别爱掺和呢？就因为父母会觉得，你看他结婚也好，找工作也好，生孩子也好，将来买房子也好，我们都是实际的出资人呐。作为一个实际的这个投资人，我凭什么不能指手画脚？现在很多男生一直在讲说安全感，女生特别需要安全感。但安全感是什么呢？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安全感有的时候不是钱，不是物质，不是好的工作条件，不是好的居住条件，有的时候这些都不是，而是这个男生在态度上是不是让我觉得我很被重视。可能这个男孩子你给他的这种感觉真的不够，让他会觉得你在忽略他。其实你们两个人都是这样，家庭的压力来了，异地的这个距离来了，然后如果在彼此的态度上再没有给对方那种非常强烈的那种信念感，这个感情肯定是很难走下去的。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应该营造这种安全感和信任感。那这种安全感和信任感，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来源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愿意分更多的时间在我身上。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现在一个20几岁的女孩子更需要的这种安全感，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23岁的男孩子同样需要的。这方面我觉得你们俩可以好好的切磋和修炼一下，会有挺好的一个未来，我挺看好他们的。杜老师这么看好啊？我不是很看好。第一点来说，为
90的异地恋，我都是不看好的。不是谁都可以谈异地恋，别说你们，就说我们，如果长期性的分开，一样会出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百思不得其解，就是既然这么相爱，为什么不在一起？其实现在信息发达，交通发达，异地恋已经是一个伪命题，想要在一起，分分钟在一起。我们每个月飞天津要飞3、4次，也就2个多小时的事儿，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爱情。但为什么不在一起？有人说是不够相爱，你们肯定否认。有人说是为了事业，但其实事业本身和相爱并不矛盾。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才分开短短2个月，彼此就出现这么大的隔阂？为什么老一辈的人谈异地恋，为什么会相持更久？有人说是现在诱惑太多了，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也有人说是因为你们爱的基础不够牢固，也可能有这样的原因。但是从我的角度上来看，在这个舞台上看了这么多的异地恋出现这样的问题，我总结起来，所有的问题都归向于一个方向：不够自信。我们可能很狭隘地理解了自信，认为自信就是要有勇气，自信就是要有能力。其实，我认为自信的意义不在于此。我认为自信用大白话来解释，就是要相信自己。你们仔细分析一下，看是不是这个道理？比如说，为什么不在西安或者在杭州结束这样的异地恋的生活？你们不是不够相爱，你们其实很想在一起，但是你们不够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能够在西安、在杭州、在对方的城市，我能够有一番自己的事业。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2个月之内就出现这么多的一些问题？你会知道，一个不自信的人，就是一个不够相信自己的人，他其实是一种综合病。不相信自己的人是不会相信别人的。他连自己都不相信，他能相信别人吗？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当你跟别的女生或者跟你的前女友之间发生一些不自律的事情的时候，你也会这么想他。你会想，我在这儿我都能这样，估计他也会干这种事儿吧。就自己心里不干净的人，也会想着别人可能也会不干净，这是第一种。第二，一个不相信自己的人，自然就会显得更自私一些。因为我不够自信，所以我希望周围的人和事以及环境都以我为中心，因为我没有安全感。这也是不自信带来的问题。那么如何获取自信和安全感？其实一个最简单的途径，就是要既努力又自律。其实我们发现，现在要做到自律，
理性的回归。这个时候是分是合，别那么着急嘛，再谈谈。接下来的时间就留给你们，真情热忱。我是一个不太会表达的自己的人，但我这些年对你的感情是真真切切存在的。我现在可能还不够成熟，但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吧。我会好好努力上进，早一点过来接你。其实你之前对我的那些好吧，还有咱俩就是一起好的事情，我都记得。但确实就是说这2个月发生了这么多事儿，就是我可能觉得自己有时候也快撑不下去了。就是因为我之前也跟你说过很多次，就是说你能稍微改变一下，我们2个都有点让步这样子，可能就说不会就说会有今天这样子的局面。我现在就希望你能做出一些事情来，能说服我，能打动我，觉得说让我有底气跟你一起走下去，我觉得这就够了。就是你能稍微就是说能长点心，行吧？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哎，你想让他做什么事儿？就是之前的时候，我就想让他不要再那个啥，老是那个问我这那的。听明白了，听明白了。谢谢2位，请回吧。来，请关门。女生其实最让人理解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异地恋最有问题的时候，也是最产生物理距离的是什么？是我一个人病在床上，你却不能在我的身边，飞机飞得再快，你也赶不过来呀。所以有的时候要承认现实，而恰恰是这种现实问题，熬掉了很多年轻人的耐性。所以女生那句话是最真实的一句话：你让我谈一个舒服的恋爱，舒服的恋爱是什么？把它翻译完了，不就是我觉得是恋爱就是恋爱了？那你觉得恋爱是什么样的呢？男生到最后还是不知道。来吧，让我们看看这对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什么。请开门。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哇！有金云网友提问说：“我们结婚3年，今年有了宝宝，现在的生活我感觉压力好大。经济上我收入不稳定，还要还贷款；精神上我自己照看孩子，实在搞不定。我想让我媳妇再找一份兼职，但她觉得现在情况挺好的，就是不着急，所以压力都在我身上。我们总是吵架，
我该怎么办？一个家庭的幸福是需要靠夫妻共同的努力。我的建议是，这位丈夫和这个妻子好好的谈的内容，那就是我们一起，我们共同咬着牙到外面去做一份兼职，我们风雨同舟，为了家庭的幸福。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